这一次我准备开电车在国家公园里床车露营，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体验。现在外面是-6度，车里面现在是22度恒温，整体感觉肯定是比在汽油车里面露营要好一点。自从我爱上床车露营后，每次自驾旅行，我总喜欢睡在车里。但车内露营也是有不少的局限，尤其是在汽油车无法整夜启动，夜间太冷过夜就会特别难熬。所以这次我想尝试一下，如果开特斯拉电车的话，用它的露营恒温模式，看看能否对应夜里零下的寒冷。那像国家公园这种偏远的地方，电车充电是否方便呢？充电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充电和过夜的地点在哪，都需要以不同的思路去安排行程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开电车去国家公园，我也还是挺期待的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体验，今天就有揭晓了。我是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到这个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，正常开车的时间是3个小时40分钟，那你要是再加上2次充电的时间，将近就是4个半小时到5个小时，按5个小时的时间准备。而且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的时间还比拉斯维加斯要晚1个小时，所以今天下午去的就只是看几个打卡点，然后明天再去徒步。这2个半天的行程采用的是我上期视频中提到的1日游攻略。那如果有计划去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的朋友，可以看我上期视频，了解更多去布莱斯的旅行建议和10个你可能关心的问题。而这个行程，我想与之前的出行相比，最大的不同就是要规划好它充电所需要的额外时间，尤其是在行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。因为你要把这个充电的时间和充电的距离要算好。其实开电车出来自驾的mindset还是跟开油汽车不太一样的。目前这个位置是离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最近的一个超充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充到100%，大概是充满需要30分钟。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超充要有100迈的距离，所以如果正常这辆车可以开260-70迈充满电的话，那这样打一个来回其实是有一点危险的。所以呢，就是以这个超充为一个核心，然后在国家公园里面附近找一个慢充，或者是我今晚可能就是在慢充那里过夜。我现在趁着充电的时间把我的床铺好。我这是个充气睡垫，大概要一直按1分钟、2分钟左右吧，感觉好像在给谁做心脏复苏一样。正常这个应该是用脚踩的，不过这个高度用手按也可以。我觉得这个露营睡垫是我用过比较推荐的款式，不用费力嘴吹充气，也不用带电泵充气，只需要手动按压充气就行。它的厚度近12厘米，自带头枕，收纳起来呢也不占用太多行李箱的空间，很适合自驾露营使用。后排座椅放平后，刚好可以放下这2米长的睡垫，离前座还有一定空间，另一侧放行李箱等杂物。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简简单单的露营设置。这款露营睡垫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刚刚把床铺好，我也是还有1分钟就充满电了，时间刚刚好。昨天刚刚下了一场中雪，今天应该可以看到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的雪景。OK， 充满电，我们准备走了。直接到80，尝试一下用它的自动驾驶。这样的话就是定速在84。水啦，走。当然不能长时间的开，然后腿也可以比较轻松的。哇塞，不要小看犹他州的天气啊，夏天酷热，冬天暴风雪，
哎，这个雪就是直接冲着我的脸就来了。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了。这边的天气还好，只是有点阴天，但是没有下雪。这个红岩拱门真的还是挺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方。从拉斯维加斯开过来这边，瞬间就零下了。哇塞！刚刚问了一下这个 Ruby's Inn 前台的人还非常友好的告诉我，这有几个地方就是可以充电的，我也可以在这儿过夜停车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找一下。我提前踩好点，今天晚上要在这个充电的这个地方过夜。我看到了，就在这外面。我在这边找到了大概有6到7个慢充的。我既然找到了有充电了，我现在就已经心里有很大的安全感了，所以今天还可以去看个日落。走吧，现在我准备进园了。4点半就下班了，好吧。一般进门处，如果他在4、5点下班以后，你再进来就不用买票了。反正我也有年票，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无所谓的。这个公园里今天只开了2迈的距离，到这个 Bryce Point 前面就关掉了。还好前面我也不准备去了，今天就主要是看1、2个点就行了。哇塞！立刻全部武装，达8300公尺。我现在来到了第一个观景点 Bryce Point 啊！我不能跟你们走。天哪，这已经3月底了，好漂亮啊！哇塞，就是太冷了，冻，说不了话了。实在是太冷，我想多拍都做不到，整个人都冻透了。天哪，这风太大了！去下一个点看一下，看完下一个点，今天就结束了。第2个点 Inspiration Point， 如果是夏天来的话，可以坐公园的免费班车过来，就不用找停车位了。沿着这个悬崖边缘上坡是一共有3处观景点。哇哦，我觉得这个点最好看的。这个是弧度最集中的一个地方。怪不得他们在看日出日落都在这儿看，天气再恶劣也不虚此行。
看不着日落了，这风雨大的全部挡住了。希望明天是个大晴天。手冻僵了，冻僵了，冻僵了！啊！够不着吧？只能这样充电了。那这个慢充的话，充满电大概需要7个小时45分钟一晚上，这样会比较安全了。刚刚我在这个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里面转了一圈，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开电车，我还担心说怕没有这个充电桩早点回来。如果你要是看过我以前床车露营的视频，我真的就是在这种冰天雪地里零下几度就在这儿冻着。现在终于升级了，可以在电车里面露营，不怕冷了。现在看一下气温，外面零下4度，车内零上22度。选上这个 Camping Mode， 这一整晚的露营模式都是会保持在室温是22摄氏度。这就是 Rubis Inn 后边的停车场，我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儿过夜了。我感觉在酒店的停车场过夜其实是挺安全的，总好过在野外，也总好过在城市里面。这个 Rubis Inn 比较好的一点就是，你即便不是他们的顾客，不入住他们的酒店，你也可以用他们的充电桩，也可以在这儿overnight parking。而且我找到这个充电桩还是挺角落的一个地方，一会儿再去他们前台 lobby 那边去洗漱一下，然后今天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这露营了。这电车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所有的电器全部都充上电。这个是相机的电池、手表电池、运动相机和手机同时充上电，因为这个电车就是一个巨大的电池。然后我一会儿再拿这个电热棒去加热一碗泡面，就完美了。今天吃一个泡面 ，Hello Kitty， 感觉这个泡面挺有意思的，所以买它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烧点热水。用这个加热棒把这个水加热，然后再去泡面，所以还有的等呢。这个加热棒虽然没有加热的很快，但是还是挺热的。它现在这个胎压告诉我都比较低，我现在需要下去给它充气。哎，这大哥是拿了个锅盖吗？4个轮胎气压全部都低了，然后我就在这一个一个弄到一半，这个打气筒没电了，然后又来了一辆特斯拉，在这旁边停着，他现在在这儿充电，一共就2个充电桩。然后那个人看我在这儿充的这么辛苦，说要不要借我那个打气筒？他也有一个这种电的打气筒，来借我。晚上超级冷，然后他在车里面等着我在那儿打气，然后打到一半，他的打气筒也没有电了，他也不好意思把他打气筒也弄没电了。我的泡面刚刚已经泡好了，先把泡面吃了，太冷了。我的面都已经泡过了，刚刚没想到打个气打这么半天。看一下这个 Hello Kitty 的泡面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哇塞，还是我饿了的原因。barbecue 的那个味道比较甜一点。我知道有一些观众一定会说，我怎么又吃泡面？我感觉旅行吃泡面才是一个标配，并不是外面没有吃的，但是我真的是吃不惯美式的那些东西。对我来讲，跟汉堡、薯条相比来讲，我更喜欢吃泡面。OK， 我现在要收拾一下我的房间，这是车，要收拾一下车，然后去洗漱，然后就回来准备睡觉了。今天就在他这个 Rubis Inn 的厕所洗漱一下，还有热水，这比 camping 还好。厕所里还有音乐。
是那个 Natural Bridge。要是能看见这个雪景就好看了。这是这个酒店前台，酒店大厅。看一下现在外面是多少度？零下6度了，倒不用非得一定要充到明天早上，4个半小时这个电就能充满了。看一下明天早上感觉怎么样吧。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去看日出。这就是电车露营的好处，可以不用担心晚上很冷。我设置的这个露营模式是晚上在车内一直保持22度的恒温。现在感觉不是特别冷，就是有一点点凉气，就是从这个玻璃渗过来的。但是整个车里面的气温是觉得可以比较舒适的过夜。我现在这个灯是打开的，如果要是关上的话，其实从外面是看不到车里面有人，所以从我的视角呢，看过去的就是这样。从车里面可以看到车外面，因为灯比较亮。这是天窗，上面这个是2楼的。行，那今天我现在准备休息了，明天早上见。朋友们，早上好呀！刚刚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卫生间洗漱了一下，现在是早上起来6点半，准备开去公园里面看日出。昨天还挺冷的，现在赶快把这个座椅和方向盘都加热，捂一捂手。走，我们先去占个位置，然后我再具体讲一下昨天睡在车里的感受。早上起来还没开门呢，所以就直接进了。我现在抵达观景点了，目前我是第3辆车，天还没有亮。布莱斯峡谷沉睡在一片寂静之中，寒风掠过，空气中带着清冷的气息。远处的石林是一片模糊的剪影，大概现在有零下10几度吧，冬天看日出真的是不容易。天哪，好冷啊！大家的三脚架也都已经架出来了，你看日出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天边渐渐透出一丝微蓝，晕染着浅浅的粉橙色。尖锐的石柱，那些亿万年风化而形成的岩柱森林开始显出轮廓。它们静静地站立在峡谷之中，像是在等待光的召唤。呼吸间，太阳猛然跃出，像是一枚滚烫的火球，穿透寒冷的夜空。日出出来了，哇塞！日出总带着一种希望的气息，裹挟着温暖与力量，仿佛能给人注入全新的能量。我现在是把手机插在了雪地里面拍的，这个在拍岩石的这边，这个在拍岩石的那边，2个 camera 同时工作，脸已经冻僵了。
当峡谷被点亮时，红岩泛起柔和的金光，那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梦幻色彩。阳光一寸寸地滑下山谷，勾勒出层层叠叠的地貌细节，每一块岩石都开始展现着自己的纹理和温度。这场日出盛宴绝对是布莱斯峡谷最动人的一幕，也是由他州呈现给你的独特高光时刻。太震撼了！我把周围看日出的人全部都熬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赶快回去。我已经在这儿待了1个多小时了，要不是冷的话，我还不回来呢。赶紧缓一下，缓一下。刚刚本来是想说在这个地方先吃个早饭的，后来陆续的人很多都已经上去了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先上去占个位置。虽然说冬天看日出没有那么多人，但是感觉还是想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。说一下昨天晚上在这个特斯拉车里面露营的情况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车已经尽力了，我已经把这个车里面的温度调到了恒温24度，但是依然能感觉到外面的冷气在压迫这个车，所以我能感觉到外面的冷气，也能感觉到车里面的暖气。这个空气中是夹杂的冷气和热气一个混合的一个温度，并没有把窗户全部都遮住，所以这个还有一些这个酒店旁边的那个灯光晃的，睡得也不是特别安稳。我会感觉到冷的原因，可能还是因为我的那个睡袋是比较薄的，我带的是很薄的那种睡袋，所以如果你要是带一个比较厚的睡袋，可能就不一定能感受到外面的冷空气。然后再加上车内一直给你保持一定的暖气空调，可能你的体验感会好很多。整体感觉肯定是比在汽油车里面露营要好一点，因为汽油车你是不能一晚上都是在发动状态。行，这就是在零下10度的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特斯拉床车露营的体验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行程。我准备徒步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线路。